汉武帝为什么要派张骞出使西域？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，张骞都经历了什么？去过哪些地方？最终，他是否找到了大月支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窦漪房和刘彻、祖孙斗法及张骞出使西域。公元前141年的正月27，汉景帝驾崩，16岁的刘彻继位，即汉武帝。他即位后就雄心勃勃地准备推翻黄老学说，改尊儒术。他下诏广招天下贤良之士，经过层层选拔，有100多人被招入京城考试，这其中就有司马相如、东方朔、董仲舒等人。董仲舒，广川人，30岁时就招收了大批的学生，开始讲学，声誉日益壮大，在汉景帝时期就成为了博士。在这次测问中，他就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建议。可这时时机还不够成熟。此时的汉武帝刚刚即位，所有的朝政都要奏事东宫，汇报给太皇太后窦漪房。他先是任命窦婴为丞相，田汾为太尉，赵绾为御史大夫，王臧为郎中令。因为窦婴和田汾都喜好儒术，而赵绾和王臧则是大儒申公的弟子。可是太皇太后窦漪房却非常的崇尚黄老学说，便开始阻挠刘彻儒学的改革。有一次，御史大夫赵绾就给刘彻建议，让以后别将朝政再给太皇太后汇报了。窦漪房得知后大怒，立即让人去收集赵绾和王臧的犯罪证据，最终二人皆死于狱中。随后又罢免了窦婴和田汾，还下令废弃所有的儒家礼制。至此，汉武帝儒学的改革彻底失败。除了窦漪房的阻挠外，馆陶公主刘飘也来捣乱。他觉得自己拥立刘彻有功，就对刘彻提出各种要求，使刘彻不厌其烦。刘飘的女儿，也就是刘彻要金屋藏娇的陈阿娇，起初确实获得了刘彻的独宠，可她却恃宠而骄，而且还常年无子，就逐渐被刘彻所疏远。后来在母亲王氏的劝说下，刘彻才对刘飘和陈阿娇给予表面上的尊重。可此时的刘彻完全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处理朝政，只能韬光养晦，等待时机。但同时他也做着一些对外开拓的准备工作，比如派张骞出使西域。张骞是汉中郡，成固人，只是皇宫里的一名郎官。汉武帝从匈奴投降过来的人那里得知，西迁的大月支有向匈奴报仇的打算，于是他决定派遣张骞出使西域，联合大月支一起对付匈奴。公元前139年，也就是汉武帝即位的第3年，张骞率领100多名随从从长安出发，前往西域。在这些随从里，有一个归顺了的胡人，是唐义氏的家奴唐义父，他自愿充当向导和翻译，和张骞一同前往。这里插个题外话，关于大月支的读音做个简单的说明。从50年代以来的中小学课文中，都将大月支读为大肉支。但据近年来的考证，这个读音是错误的，新版的辞海已经将读音纠正为大月支。再来看张骞等人一路西行，已经来到了河西走廊。河西走廊原本是月支人的地盘，冒顿单于继位后数次攻打月支，最终月支战败。一部分人进入南山与羌人杂居，被称为小月支。其他人则一路西迁，击败了另一个小的游牧部落乌孙，杀其王，夺其地。乌孙部落逃往匈奴，月支则在此立足，被称为大月支。因此，此时的河西走廊已完全由匈奴人控制。当张骞等人刚刚进入河西走廊，走到扁都口附近的时候，就碰上了匈奴的骑兵。最后，他们全部都被抓获，押往了匈奴的王庭，去面见君臣单于。单于为了软化和拉拢张骞，进行了各种的威逼利诱，并将匈奴女子嫁给张骞为妻，想以此来动摇张骞的决心。可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，张骞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，精心保存着汉武帝赐予他的汉史符节。10年之后的公元前129年，趁着匈奴的监视松弛，张骞便果断地抛下妻儿，带领随从逃出了匈奴人的控制区域。但在10年的时间里，西域的形势早已发生了变化。乌孙国在匈奴的支持下攻打大月支，大月支战败，他们不得不从伊犁河流域再次西迁，来到了咸海附近的归水地区。在这里，他们又征服了大夏，
并在此立稳了脚跟，重新建立了家园。张骞在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并不打算返回长安，而是调整了前往伊犁河流域的计划，继续寻找大月支。经过居师后，他们就折向西南，进入了燕齐的地界，然后便沿着塔里木河继续西行，经过了库车和疏勒等地。这一路异常的艰苦，一路上都是人烟稀少的戈壁滩，飞沙走石，热浪滚滚。他们是匆匆忙忙逃出来的，所以物资准备严重不足，干粮很快就吃完了，只能靠唐义父射杀奇兽充饥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再加上水源奇缺，导致很多的随从在行进的过程中饥饿干渴而死。他们还要翻越葱岭，葱岭高如屋脊，冰雪皑皑，寒风刺骨，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一些人被冻死或者掉入冰窟之中。最终他们翻越了葱岭，抵达了大渊。他向大渊国王说明了自己的使命，希望大渊国王能派人护送他们，并表示回到汉朝后，他就让汉朝的皇帝赠送给他们大量的财物，以示酬谢。大渊国王也想和汉朝交往，就答应了张骞的要求，给他派了向导和翻译，一直将他们送到了康居。到了康居后，康居王又派人将他们送到了大月支。就这样，张骞等人历经千难万险，终于找到了大月支。可此时的大月支人已在此建立了新的家园，这里国土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更重要的是还远离匈奴和乌孙，既有富足的生活，又没有外敌的侵扰，所以大月支人已经完全没有了再向匈奴人复仇的动力。更何况汉朝距离匈奴遥远，一旦他们受到匈奴的攻击，汉朝也无法及时的赶来支援。因此无论张骞如何劝说，大月支人始终不同意与汉朝结盟，一起合击匈奴。张骞在等待大月支人回心转意的同时，还曾越过归水南下，抵达过大夏的兰氏城。可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，大月支人还是没有被说服，于是张骞决定返回汉朝。公元前128年，张骞等人动身回国。为了避开匈奴的势力，防止再次被抓，张骞就重新规划了返回的路线。他决定从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返回，一路经过了沙车、于田、鄯善等地，计划通过羌人的地盘返回汉朝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当他们翻过阿尔金山，进入青藏高原的时候，却被高原上的羌人又给擒获了。因为此时的羌人也已经投靠了匈奴，于是张骞就再次被羌人送回了匈奴。可张骞的这种勇气和意志也赢得了匈奴人的尊重，因此君臣单于不但没有杀他，还把他的妻儿送到了张骞的身边，希望通过家庭的温暖感化张骞，让他放弃回到汉朝的想法。就这样，张骞再次被扣留在了匈奴。1年后，君臣单于去世，他的弟弟左谷离王拥兵自立，发动了政变，打败太子于禅后，自己继位，即医治察单于。匈奴的这场内乱无疑是张骞逃脱的绝佳时机，于是张骞等人便趁乱逃走。可这次逃出来的就只剩下了张骞和唐义父2人。公元前126年的一天，汉武帝刘彻突然得到了一个令他欣喜若狂的消息。13年前，他派张骞出使西域，可10多年来一直杳无音信，他早就不抱希望了。没想到他们还真的回来了。张骞的这次远征虽然没能达到同大月支建立联盟，共同夹击匈奴的目的，但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对后世历史的作用却是非常巨大的。他扩大了中原王朝的视野，为汉武帝向匈奴宣战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地理资料。回到长安后，张骞就将所见所闻向汉武帝做了详细的汇报。汉武帝非常满意，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，封唐义父为奉使君。在这次西行的时候，张骞还了解到一个被称为渊渎的国家。在张骞的建议下，汉武帝便遣使南下。他准备避开羌人和匈奴的地盘，另辟一条从蜀地通往渊渎和中亚的路线，并让张骞亲自前往犍为郡主持此事。公元前122年，张骞派出4支探索队伍，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，向青海南部、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，最终的目的地便是渊渎。但4路使者都只前进了1000多里后，就分别受阻于氐、乍、
与昆明等部落的阻击未能继续前进，先后返回。在此之前，汉朝不了解西南地区，西南地区的人也不了解汉朝。就比如，当使者来到夜郎时，夜郎的国王竟然好奇地问：汉朝和我们夜郎相比，哪个国家更大呢？这便是夜郎自大这个典故的由来。虽然这次新路线的探索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，但是对后来西南地区的开发具有重大的贡献。公元前119年，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，这次的目的是劝说乌孙国东返敦煌一带，和汉朝共同抵抗匈奴，但最终也没有成功。公元前115年，张骞再次返回长安后，汉武帝封他为大行令。第二年，张骞因病去世，归葬于自己的家乡，现在的陕西省城固县博望镇。张骞出使西域，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，但后来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军事的范畴。他打通了汉朝连接中亚和西亚的通道，这条通道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